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陪跑却赢尽人心，反观刘亦菲缺席翻车，谁更懂格局？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，先请您点一下关注，这样不仅方便大家交流和分享，也能让您参与感更强。感谢您的支持。白玉兰颁奖礼刚刚结束，年度最佳女主角由宋佳轻松拿下，实至名归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本应享有最大关注的她，却因为刘亦菲的缺席，反倒抢了风头。外界传言她不满陪跑、耍大牌，选择了隐身，甚至被贴上输不起的标签。有人还说她再也不可能得奖了。而这时候，赵丽颖和闫妮这些陪跑的女演员，狠狠地给刘亦菲上了一课。那么，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刘亦菲只是因为不满一直陪跑才选择缺席吗？白玉兰作为电视剧界的3大奖之一，今年的含金量提升不少。特别是今年入围的几位女演员，作品都堪称神仙打架。但就在所有人都已到场时，刘亦菲却突然缺席，导致一阵热议。她早前凭借《玫瑰的故事》连续获得了3座年度女演员奖，得到了业内的认可，还被评为年度杰出品质之星。后来，她又在2025导演大会上摘得年度女主称号，官方的认可让她更有信心被看作是夺冠的热门。于是，媒体和自媒体开始疯狂宣传，甚至捏造所谓的白玉兰4大前哨奖的噱头。一时之间，舆论都认为刘亦菲必得这次奖。就在她穿着 LV 高定礼服出席提名晚宴，似乎对获奖很有把握，不料第2天的颁奖现场，她却选择了弃席。她的缺席引发了外界的猜测，很多网友猜测她可能知道结果不利，所以索性不来了。有些人还调侃她身为美国人的身份，冷嘲热讽说，也许只有奥斯卡那样的国际奖项才配得上她这个美国人出席。她的突然隐退，让她多年来积累的好名声再次陷入危机。不过，也正因为她的耍大牌行为，反倒让赵丽颖受益不少。赵丽颖一直被视作娱乐圈的陪跑王，她的格局早已被大家认可。虽然她曾因为男友曝光事件而一度闹得人心惶惶，但刘亦菲的缺席让她的境况得到一定缓解。作为85后影后代表之一，赵丽颖一直坚持按主办方的规则出席，没有像刘亦菲那样装作无所谓。近期，她还被媒体曝光与导演赵德胤的绯闻，甚至有人扒出了赵德胤家庭的旧事，想让她擦亮眼睛，慎重考虑。面对这些猜测和讨论，赵丽颖保持低调，没有回应。粉丝们都希望她能尽快给个交代，否则一旦误入绯闻泥潭，声誉可能一落千丈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赵丽颖在5月22日发了3条动态回应，一句算你没更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，全网一片骂声。甚至央视也出面提醒，要求她不要太冲动。她的口碑一时间崩塌，网络上满是批评的声音。相比之下，刘亦菲的缺席和赵丽颖的坚持让外界对他们的看法出现了改变。颁奖典礼结束后，媒体开始分析女星们的出席情况，文章也更多的是称赞赵丽颖格局大，而宋佳的获奖则是实至名归。作为今年白玉兰的最佳女主，她的风头再度达到巅峰。很多网友都觉得她能获奖，早就预料到，毕竟她也是中国人。其实，宋佳赢得认可，不仅仅是因为国籍，更多是因为她的演技过硬。她当年的逆袭也很经典，当时孙俪凭借《甄嬛传》人气爆棚，但最终奖被宋佳抢走。这也让人看到，真正的实力才是硬道理。娱乐圈是一个极度光鲜又极度现实的地方，每一次红毯、颁奖典礼，甚至一次简单的出场，都是明星与公众之间的一场心理博弈。在这场博弈中，谁选择亮相，谁选择缺席，背后都藏着团队的深思熟虑和个人的态度立场。而这一次，赵丽颖与刘亦菲再次成为讨论焦点，但让人感慨的是，
两人同样是陪跑的身份，却因为完全不同的态度，收获了截然不同的评价。赵丽颖此次亮相红毯与颁奖典礼，虽无大奖在手，却依旧全情投入，全程笑容可掬，仪态端庄，衣着优雅却不喧宾夺主，展现出她一如既往的专业与从容。即使没有奖项加持，她仍站在现场最耀眼的位置，不争不抢，不喧哗不造作，却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。她明白，陪跑并不意味着失败，而是一种对行业、对平台、对观众的尊重。这种格局不只是事业上的稳重，更是一种人格魅力的流露。而反观刘亦菲，同样提名在列，却最终缺席，引发外界猜测与质疑。有网友表示理解，认为大明星有权利选择不出席陪跑的场合，但也有不少声音质疑其态度太高冷，甚至有人直言耍大牌。其实，公众不是真的在意你有没有得奖，而是在意你是否珍惜这份荣誉的机会，是否愿意为了这一份行业认可，向外界展现哪怕一丝的真诚。当所有入围者都到场，唯独刘亦菲缺席，无论其背后安排如何，给人的观感终究是失礼而傲慢的。这一次的陪跑事件，也将赵丽颖与刘亦菲两人的处事风格摆上了明面。赵丽颖出道10余年，从最初被视为农村姑娘、圆脸丫鬟，一路用作品和努力洗刷偏见，如今已稳居一线。她深知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，因此她懂得珍惜每一次行业对她的认可与邀请。即使只是陪跑，她依旧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。这种态度不仅感动了粉丝，更打动了大众。她没有因为没获奖而低头，也没有因为流量高就怠慢，而是以最稳的姿态展示了一位真正演员的格局。刘亦菲则属于天生被赋予神颜光环的类型，自带仙气与话题度，她的影视资源一向顶尖，走的是国际化路线。但在频繁缺席各类活动后，她的神秘感开始转变为距离感，甚至是冷漠感。特别是这一次被提名却未出席活动，引起了广泛不满，不少原本的路人粉也开始转黑，认为她并不尊重这个行业的整体运作，也不在意公众的期待。这种错位的公关策略，或许是为了维持神秘高冷人设，但在情感共鸣越来越重要的当下，反而容易适得其反。其实，明星的一言一行早已不仅仅是作秀，他们是在向社会传递价值观与态度。赵丽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专业不是得奖才站上舞台，而是无论输赢都从容面对，每一次出场都不敷衍、不推诿。她的这份从容不争，反而成为了她最大的加分项，也是在这个浮躁娱乐圈最可贵的品质。而刘亦菲的缺席是否会造成更深层次的影响，尚未可知。但从这一次的口碑反馈来看，观众正在用脚投票。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赵丽颖却凭借实打实的作品与态度，一步步从小透明走到 C 位。正是她多年来即便无光也要发光的坚持，让她成为了当代娱乐圈少见的零负面、零耍大牌的女演员代表。而当刘亦菲这样原本备受期待的国民女神频频缺席公众场合时，也让人不禁反思，一个演员是否真正将自己与观众联系在一起。荣耀与流量或许能带来短期回报，但唯有态度才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业口碑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这场陪跑与缺席的对比，不仅是一次明星态度的分水岭，也是一场关于格局的社会讨论。在高光时刻如何表现自己是修养，在失意时刻仍能坚守风度，那才是气度。赵丽颖从未放弃用行动证明自己，也从未在质疑与争议中退缩。她的赢尽人心，并不是运气，而是一次次把得失看淡，把担当看重的结果。最后，想对所有正在追梦、正在努力的人说一句：或许你也曾陪跑，也曾被忽视、被低估，但不要灰心，更不要放弃，因为总有一天，会有人因为你在陪跑时的风度与努力而记住你的名字。就像赵丽颖，在无数次被质疑、
被边缘化的时刻，仍选择不慌不忙，全情以赴。如今的他，终于成为了那个无需的讲，也值得尊重的存在。愿你我都能在陪跑的日子里，不失格局，不丢热爱。毕竟，那些看似默默无闻的坚持，终将被世界听见。王一博凭啥火？网友一句话揭开真相，太现实了。王一博的火爆源于骨子里的真诚与坚持，像岩壁上的青苔缓慢攀爬，用汗水和执着证明自己。从街舞的犀利舞步到河南水灾的挺身而出，他展现的不只是才华，更是一种踏实、善良的担当。这种纯粹的力量，让粉丝敬佩他活着的样子，而非浮华表象。你说王一博到底凭啥火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原因远不是表面那么简单。别光盯着他的流量、长腿、帅脸、舞台杀，这玩意儿早被千千万万明星玩烂了。火到爆的王一博，他火是因为他活得真，活得透，不做作，不油腻，有种说不清的，让人默默心服口服的真诚和坚持。有人说他像穿山甲，像冰川，身上藏着无数故事和能量。这话不夸张。王一博不是那种一夜爆红的昙花一现，他像岩壁上的青苔，缓慢顽强地攀爬着，越走越远。舞蹈舞得好，当然，电视剧演得帅，没错，但更他的态度，对工作、对生活、对人，都有一种骨子里的坦诚和认真。说到这儿，我必须提一句，这就是街舞第3季。那一次，我俩算是同框了。看着他在大荧幕前冲劲十足，舞步犀利，眼神坚定，燃爆的不仅是现场，更是我的心。别误会，不是那种明星为博关注刻意刷存在感的夸张秀劲儿，而是一种不服输的劲头，像烈火里的钢铁，刀刃上跳舞，越跳越亮。他不仅挥汗如雨，更是在每一个细节里展示了对街舞的尊重和热爱。但让我彻底沦陷的是他的公益行动。还记得那次河南水灾吗？大多数人只是在网络上发条感慨，刷个屏，然后继续日常。王一博却亲自踏进现场，抬砖搬沙，不计形象，不怕脏不怕累。他的行动比所有的宣传都要震撼心灵。那一刻，文娱圈的偶像光环全部褪去，剩下的就是一个踏实、善良、有担当的男人。这种人在浮躁的娱乐圈里，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清流啊！很多人喜欢他，因为他身上有股纯粹的力量，那种能让你在冷漠城市里感受到温暖的力量。别看他年轻，却先流过多少汗水，走过多少苦路；别看他风光，却自律得像个真正的老干部，每天刻苦训练，严格自律，心无旁骛。你要问这有啥了不起？有啊，这就是底层功夫。没有拼命，哪来的优秀？没有自律，哪来的王一博？他还拥有一种罕见的自由灵魂。自由不是放纵，而是一种坚定不移做自己的底气。他不迎合，不浮夸，是他内心那股追求真我的力量支持着他前进。有人说，娱乐圈那么多演员偶像，哪来那么多王一博？我说，王一博就是王一博，别人拿什么模仿？那是被时间和精力锻造出来的灵魂印记。他在舞台上的每一步仿若无声宣告，我很努力，我很真实，我不怕困难。我甚至觉得，他身上的这种劲头，是无数年轻人最需要看到的榜样。不是那种浮夸虚化，而是实打实、踏实走路，脚踏实地的向上力量。正是这种精神，让王一博的粉丝基础夯实，热度持续不断。粉丝们不只是喜欢他的样子，而是敬佩他活着的样子。别觉得这是嘴上说说的大道理，这世上风云变幻，唯有真正靠谱的人和事，才能穿透层层迷雾，站稳脚跟。他让你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艺人担当，努力、善良、坚韧，有血有肉，有温度有灵魂。他用点滴行动告诉你，偶像不是用来膜拜的偶像，而是激励你成为更好自己的明灯。说白了，王一博火，
就是因为它是活的实货，全面超越了流量花瓶的虚伪。它不是被包装出来的明星，而是一步步用汗水和执着证明自己的人物，是一个让你愿意把时间和心思投入去喜欢的真男人。这样的王一博，怎么火都不过分。说不上是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大新闻，讲的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那一份真。这份真，是娱乐圈里最宝贵的稀缺资源。看他，不只是欣赏他的才华，更是在看一种坚持，一种力量，一种你心里那根最柔软、最坚硬的弦被拨动的共鸣。王一博到底凭什么火？这个问题在娱乐圈内外，在饭圈和路人之间，似乎从他出道起就没停止过讨论。尤其是在他以主演身份出演《陈情令》后一举成名，接连登上顶奢代言、央视舞台、国际活动中心位之后，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成了无数人探寻的核心。面对这一质疑，有网友一句话戳破了表象：他是把不想让人失望变成了职业操守的人。这句话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和转发，是因为他点明了王一博在众多偶像中脱颖而出的真实底色。他不仅靠实力、机遇和外貌，更靠一种难得的克己精神走到了今天。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王一博的人设，那就是内敛而坚定。他从不口头上标榜努力2个字，但用每一次作品、每一个细节的打磨去回应所有的怀疑。他曾在节目中坦言自己怕拖累别人，所以每次演出前都会练到不能再练，哪怕手破皮、嗓子哑。别人看到的是他舞台上的利落与潇洒，但他自己知道，为了跳好那一个转身，他可能练了一整天。为了在镜头前呈现一个角色的愤怒或沉默，他会花几周琢磨一个眼神的分寸。这种对自己高要求到近乎苛刻的态度，不仅是一种职业素养，更是一种他面对世界、面对舆论的方式。他不争不抢，却始终出现在顶级资源的名单里。他话不多，却能在大型场合稳住控场节奏。他从不主动营销生活日常，却总能因一次小小的举动，比如弯腰捡国旗登上热搜，赢得满屏好评。所有这些看起来轻而易举的表现，其实背后都藏着长年累月的积累和自律。娱乐圈并不缺颜值高、背景强的新人，但王一博用真实的行动告诉大家，一个人若能保持初心，不断精进，总有一天会在自己的赛道上发光。在观众和粉丝眼中，他是6边形战士，能唱能跳，能演能导，能主持，能赛车，似乎什么都做得好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王一博从来不是一个天赋型选手。小时候学舞，他常常比别人多练几个小时。做练习生时，他是公司里最沉默寡言、最不惹眼的那一个。进组拍戏，他不是靠前辈提携，而是靠现场盯监视器复盘每一帧的方式，一点点学会如何从镜头前变成角色。他的人生从来没有所谓的被幸运砸中，只有用结果说话的冷静成长。当他站上更大的舞台，比如在央视春晚领舞，在国际电影节红毯上发言，在公益项目中担任代表人物，人们才逐渐意识到，这个男孩虽然话少，却早已用实力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影响力。尤其是在内娱动荡、质疑声频繁的当下，王一博像是一个稳如磐石的存在。别人怕曝光，怕失误，怕热搜带来的负面，而他仿佛早就习惯了风雨，用冷静和低调应对一切。哪怕在争议声中被推上风口浪尖，他也不发长文辩解，只用作品回应所有人。王一博之所以能火，并不是单纯的资源好或粉丝多。事实上，在当下的流量时代，资源和流量早就不稀缺，真正稀缺的是自我沉淀的能力。他之所以能持续吸引大众目光，是因为他用一份真实、笃定、抗风险的能量，在浮躁中守住了初心。这也是那句网友评论能打动人心的原因。不想让人失望，不仅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他日复一日的实践的信念。许多初识王一博的观众，
往往是被某一部剧或某一个镜头吸引，然后开始深入了解他的演艺之路。你会发现，这个偶像并不热衷炒作私生活，也很少回应花边传闻。他的微博基本只发工作内容，几乎没有人设可言。但越是这样，他的吸引力反而越强。因为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，一个不靠话语取胜，不靠情绪营销，不靠剪辑营造人设的艺人，恰恰显得更加珍贵。这也说明，王一博的火是一种由内而外、由点到面的扩散。他的影响力不止于粉圈，而在于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从他身上看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。一个曾经被冷眼旁观的舞者，一个最初无人问津的练习生，一个被质疑不会演戏的偶像，靠着对梦想的执着，对自己的要求，一步步登上主流舞台，赢得业界的尊重和大众的喜爱。当然，我们也不必神化王一博，他不是完美无缺的神，也曾在节目中露怯，也曾面对舆论崩溃，但他难得的是，每一次跌落后都默默爬起来，从不发脾气，从不抱怨。他给人的安全感，不是永远不失败，而是无论如何都能站起来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行业，这种稳定的能量，才是真正令人佩服的地方。而这一切也向粉丝与观众传递了一种信号：真正值得喜欢的偶像，不是光鲜外表，也不是高光时刻，而是那些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努力、始终如一的人。王一博用行动证明，走红不是终点，而是责任的开始。他选择用作品、态度、价值观回应世界，也因此赢得了真正长久的尊重。亲爱的读者，如果你也曾对这个世界感到疲惫，曾对努力感到质疑，不妨看看王一博这一路走来的脚印。他告诉我们，低调并不代表无能，沉默并不是认输，坚持不一定立刻看到回报，但时间会给出答案。希望你也能在自己的道路上坚持热爱，坚定前行。愿你也像王一博那样，把质疑变成动力，把争议变成磨练，把每一次跌倒变成未来奔跑的助力。用沉默打磨实力，用作品回应世界，用努力照亮前路。在喧哗的世界里，守住最初的梦想，这或许就是我们共同的答案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